那这记忆体存在，如果它是个灵魂的话，它是个灵魂，那它又是用什么方式存在着？有的，他好像听说他在记录里头有一个第5次的实验的时候，甚至，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的灵性生活。今天要来讲，你相信有灵魂吗？好像科学是不是找到一个证据，就是我们的灵魂是21公克这样。如果你第一件事情是，如果你真的相信有灵魂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如果你相信有灵魂，那这个灵魂它真的就21公克吗？还是它本身并不是物质的存在？因为你不相信灵魂的存在，那就不用讲了，对不对？就没有了嘛，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其实要话说穿了，就是我们就是用相信有灵魂的存在这个方式往下走。那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做切入好了。那你相信灵魂是有重量的吗？在美国，在2003年的时候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做《21公克》。那在台湾的翻译，叫做《灵魂的重量》。那其实它是真实的故事改编哦，也就是在西元的1901年的时候，在麻州的地方有一位博士，邓肯麦克道格博士。好，那他其实是一个医生，他对于就是灵魂，人有没有灵魂这件事情，他其实很想找到一个答案这样子。那他就想说做一个实验，他就制作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那个秤子是可以称起那个床的那现在你到医院去都可以看到，有些病人躺在床上就可以称体重。那其实他当时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大概就100多年前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他要干嘛呢？他想要去证实说灵魂是不是有重量这件事。好，那他当时呢游说了非常多的人，后来呢他游说了六个家属，也就是说有6个濒临死亡的病人，大概有4位呢是确定的，有4位大概是肺结核病的人，再一个是糖尿病，那有1位呢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病因的，那总共有6位。他做了第一个实验之后，就人濒死的状况下，他同时去记录着气体啦，还包括液体等等的部分。那有科学家之前有证实过，就是人大概在死亡之后，可能就是平均的话会降低0.45公斤，也就是约莫450公克左右的重量。做了第一个实验成功了吗？还是做一个实验就难道会变成就是你知道正确的答案吗？这让科学家都是存疑的嘛，所以他做了第一次实验，他得到的第一个答案就是21.3公克，不到1盎司，1盎司大概28公克多一些。这21公克，是他第一次就做到的实验，但后面第2次、第3次、第4次、第5次，包括他做的第6次的实验，都没有做到，都没有成功的做到跟之前一样21.3公克这个数字。那甚至有的，他好像听说他在记录里头有一个第5次的实验的时候，甚至失去的那个就是测量得到的那个公克数比21公克多很多倍。但他这个实验他只做了这6个人，他6个人里面只有1次是他觉得很标准，他觉得是21.3公克，其他都没有，所以他还是对外宣称说他觉得测量的结果推论上面来说，灵魂是21.3公克。但他当然他也说，这也不见得一定是绝对值，所以他同时又做了狗的实验。那15只狗里面，他测得的结果都是0，也就是说，狗在死亡之后并没有减少任何的那个重量这样子。好的，那如果你就觉得它都没有减少重量，那当然说这件事情得到这样结果，所以他当时的论调是认为说人是有灵魂的，狗是没有灵魂的。所以有人很多人就没有太多的去查询，也就引用这个数字这样。那这位那个道格博士他其实在他
后你就是他比较晚期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另外的实验。好，那这实验就是他想替那些就是病人快死的时候呢，就替他做一个照相这样子，去把他拍照。那他利用这个拍摄的效果，就是利用类似 X 光的方式下去拍嘛。那他拍了效果之后，就得到结果，他发现说，人在死的那一瞬间，就死亡后大概1小时的瞬间，他竟然可以在 X 光发现人体的周围有光在跑的感觉，好，光在运行，星际中的那种以太光，就是那种星辰的所散发出的光，然后他认为这个光就是人体的周围在运转着这样子。他尊称就是他认为说，人体说不定，对不对？就是这个灵魂的存在，也许是光的。那你当然也被翻拍成电影。可是呢，这样讲好了，就你觉得它就真的就是21.3公克吗？对不对？好，又或者它就是光吗？又有别的科学家再去做这件事情，发现都测得不准确。好，也就是说，不见得是21.3公克。所以美国的科学杂志里头就有刊登这个部分了哈。他就讲到说，人呢在死亡之后呢，你的呼吸停止了嘛，对吧？然后你的血液的功能也都停止了。当然你身体调节，因为血液功能停止，所以血液功能其实有某个程度上是调节你身体的温度、体温哈，就是体温会上升了哈。那你在这体温上升的时候呢，就会加速你体内的液体相关的液体会做某个程度上的蒸发。那他说最高的程度大概就是平均来说了，不是最高，平均来说就是0.45公斤左右的量会蒸发掉。好的，那为什么人会蒸发？那刚刚前面道格博士做的狗是没有的。好，这点也可以解释哈。狗呢，人跟狗的差别就是一个有汗腺，一个没有汗腺。好，所以狗呢没有汗腺，所以他做了15次狗都是0，对吧？刚刚前面有讲，做了15次都测得0嘛，因为狗没有汗腺，所以是0。做到说，其实到那时候道格博士所做的这个实验呢，当然就是不是那么的准确了哈，不是那么的可以相信。好，那但是然后想说，但是他后来道格不是做了一个拍照吗？看到了类似以太光的光线在人死的时候，人刚死的时候在那边跑吗？好，这个部分呢，真的就有博士就是有一些科学家针对这个部分，他们自己也找到一个可以解释的方式这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叫罗伯特兰萨。好，这个兰萨博士呢，他是一个专家，专门研究量子学的。那量子学现在很夯嘛你看人家量子电脑，人体在心跳停止的时候，跟包括血液流动也都停止了。那也就是你的所有的物质状况，你看到的就是手眼鼻脚什么的，包括你的器官呼吸什么，这个状况都会在停止的状态，代表你这个人走了，挂了就死了。那可是你的意识，就是你头脑的意识还存在着，在运转中。其实你的脑部其实还有一些讯息在做传阅，就是在动的，就对，他们从里头看到了。那他称为这叫量子的讯息。好，那他既然他把它称为量子讯息之后呢，他也觉得说，其实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什么？是灵魂。好，那因为你的灵魂是一个意识体，就是一个记忆载体。好，就是一个记忆体的存在。那这个记忆体的存在，大家就会想说，那这记忆体存在，如果它是个灵魂的话，它是个灵魂，那它又是用什么方式存在着？好，那我们又把它搬回到刚刚前面讲的，它没有体重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是道格他所拍出来的那个相片的话，我们就可以初步的肯定说，跟现在这个兰萨博士所讲的量子讯息，那它就有可能会是光的存在。但是如果你说光的存在，那就会又有科学家又会出来辩，你网络上也可以查得到，或找到。那如果是光，那光有没有重量？对。那如果光，大家都讲说光怎么会有重量？没有错，一开始大家都认为光是没有重量的，包括我们不是科学家的人，我们会觉得
光有重量吗？如果有的话，应该很轻吧？嘿，对，他们可能在科学家里头，他们一定会认为一个是物质嘛，一个是非物质。好，那如果你是物质的存在，那一定就有它的重量的存在。好的，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光是怎么存在？那以科学家证明是光是一个光子的组合，好，光子组。那光的组合里头，它们一般来说它没有质量，好，那呢没有质量的话，那相对于它就没有重量。好，但是呢，这蛮好笑的，这个就是会有科学家去做这件事情，也有在科学期刊里头，中国的一个博士哈叫罗俊。好，他也做过这个实验的发表，他也说，在光的静止的时候的质量，静止啊，我刚刚讲什么刚刚有动态嘛，好，动质。那在静止里头呢，在静止的方面，他们也认为推论，这也是推论的哈，推论在10⁻54次方克。那如果你换算，但我不知道怎么换算，我不是数学家，但我很肯定应该是零点，然后很长的零。我也不知道多少个零之后的点几这样子。好，那如果是这样算法的话，如果是这样的推算，你硬要吹毛求疵去算它确实有重量。光它确实有重量。但是如果我们用就大数法则嘛，就是已经0.5以下、0.00以下，多少它是不足以讲出会是一个完整的1的话，那我们通常就把它当作没有嘛，对吧？好，那我们就先当作光，对，就是没有重量好了。好，为什么我这么说了？你其实也可以推论，就是那个道格博士他之前做的21公克，如果你相信他21公克的话，你想想看，你用水好了，21公克的水，它会怎么样？它会跑吗？好，那当然有人会吐槽说，它又不是水，它是气体啊。好，那我们再讲说，好，那我们就用21公克的气体。但是刚刚我们又回顾，他说那你是有问题是不是？他前面讲说它是光啊，那光他说那科学家说光有重量，对，光有重量。好，那我们就把光收集起来，收集到21公克，看它会怎么样。好，对不对？好，那这好就很难讲了。好了，那我们就不要这样子再乱搞乱搞那个科学家。好了，那其实我们话讲回来，就是如果我们先当做它就是一个光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用科学的角度去用物质的角度去找灵魂的话，也许真的找不到。那我们就让它用非物质的角度去看它，那可能它是一道光的存在 ，maybe 就是我们认定可能就看到，因为很多人都说看到一道白白的乌光还是什么的。好了，我们就先把它当作就是个光。好，那用光的存在的话，那它就没有公克数的问题啦。好，那当然你也不用再去想说它是不是21公克啦。你看看你带21公克会不会飞？那我们来讲，如果量子讯息等于灵魂的话，那中间那个等于，也就是它中间那个传递的模式是什么？好，那我就可以，我们如果用推论的方式，那我就可以把那个等于放上去，变成光，也就是量子的讯息是透过光的方式在传，那它是什么？灵魂。就这样，就解释成这样了。那可能是我们把它最后就看完收集起来，这是我得到的，我得到的，那未必，也许 maybe 不准确。好，但是呢，我就是觉得，它可能就是收集起来，它是不是就是这样呢？你觉得呢？好了。你相信灵魂存在之后，光的存在，那你相信真的有轮回吗？这件事情。